很多人聊 AI 一上来就是芯片服务器，其实这只是硬件的冰山一角。真正的产业全站要从需求讲起，分5层：消费者、软件、平台、硬件、电力。第一层需求侧，消费者，这是真正的源头，是掏钱的根儿。分3类：个人，咱们普通人用 AI 聊天生图；企业用 AI 提效降本；政府搞智慧城市、科研国防。所有的钱都从这里出发。第2层软件服务提供商，把 AI 做成应用，做成 SaaS， 直接卖给消费者，比如 ChatGPT， 各种垂直行业 AI 软件。这一层离用户最近，最先收到钱。第3层平台服务提供商，给软件商提供云平台模型及服务，算力租赁。微软 Azure、AWS、谷歌云、阿里云都在这一层，堪称 AI 界的水和电。第4层硬件层，这是最复杂也是最关键的一层。与其罗列零件，不如按功能看4大块。第一，算力核心 GPU 和 AI 加速器是干活的主力，代表是英伟达。但也别忘了 CPU， 它是整台机器的大管家，负责主控和任务调度，绝不是可有可无。再加上云厂商自研的专用 ASIC 芯片。第二，内存与存储 HBM 高带宽内存决定能不能喂饱 GPU， 是目前最紧缺、涨价最疯的环节，外加 DRAM 和企业级 SSD。 第三，互联与通信光模块 CPU 光电共分装 DSP 交换芯片高速连接器，解决成千上万张卡之间数据怎么高速搬运，这是大集群的命脉。第四，制造与封装，台积电的晶圆代工加上 CoWoS 先进封装，把前面这些芯片真正造出来拼到一起的底座。这4块组装起来就是整机机柜，再到整座数据中心。而决定它能不能稳定满血运行的最后一环，也是最被低估的一环，就是今天要从链尾单独拉出来深挖的散热。第5层电力，所有的芯片，所有的散热，归根到底都要烧电。AI 的尽头是能源，这是拖住整个产业的最底层底座。记住这条钱的流向：消费者、软件、平台、硬件、电力。越往下游越是卖铲子的生意，确定性强，但要盯着上游需求能不能持续。而散热就藏在硬件这条链的末端，今天我们就把它拉出来一路下转。先说一个核心问题，散热为什么突然成了卡脖子的环节？关键就藏在一个数字里，机柜功率密度。过去普通服务器机柜一柜也就5到10千瓦，风扇吹完全够用。可到了 AI 时代，机柜密度直接飙到30到50千瓦，最新的整柜系统甚至上到120千瓦。而风冷的物理极限大概就卡在15千瓦，再往上，风扇转得再快也带不走那么多热量。这就是转折点，算力越堆越密，传统风冷直接撞墙，液冷从选配变成了刚需。这不是某一家的选择，是整个行业被物理定律逼着换路。散热做好和做不好到底差在哪？假设你就是那个拥有数据中心或者拥有一批边缘设备的老板，这里面差的是真金白银的3本账。第一本功能账，能不能用，稳不稳。做不好50到120千瓦的 AI 机柜，风冷根本压不住，芯片一过热就宕机，长期高温还会加速老化，极端情况甚至热失控起火。做好了才能稳定支撑高密度，保住可用性和服务等级。一句话，散热是 AI 算力的生命支持系统，不是锦上添花，是能不能开机的问题。第2本性能账，算力跑得满不满。温度一高，芯片就自动降频保护自己，这叫热降频。你花全款买的满血 GPU， 跑出来的却是残血算力。而液冷把芯片摁在最佳温度，算力100%释放，不降频，同样的机房面积能塞下数倍的算力。第3本经济账，这本最关键，核心指标叫 PUE，
越接近1越好。传统风能大概 1.5 冷板液，冷能压到 1.1， 静默式更是低到 1.02。 一个100兆瓦的数据中心 PUE 从 1.5 降到 1.1， 光电费1年就能省下大约2800万美元，通常2到3年就能回本。所以对拥有者来说，散热根本不是成本中心，而是利润杠杆，省电费、提算力、延寿命、保收入。这正是全球资本在疯抢散热龙头的原因。顺着这3本账，散热的技术路线也在3级跳。第一级风能老办法，便宜但15千瓦封顶 AI 机柜直接淘汰。第二级冷板式液冷，在芯片上贴一块水冷板，把热量直接导走，这是2026年的主流方案，能扛30到50千瓦。第三级静默式液冷，把整台服务器泡进绝缘冷却液里，能效最高， PUE 最低，是增长最快的方向。风向标很明确，英伟达下一代 Vera Rubin NVL72 机柜将100%采用液冷。换句话说，液冷不是趋势，是已经落地的事实。那这门生意钱到底被谁赚走了？咱们来拆解一下液冷的价值链。液冷主要赚在这几个核心部件：第一，冷板直接贴在芯片上的核心件；第二， CDU 冷量分配单元是整套系统的心脏泵站；第三， Manifold 分歧管加快接头、连接管路，防漏液的关键可靠性要求极高。最硬的数据在这儿，单个 AI 机柜的液冷价值量从 GB300 的约350万美元，到下一代 Vera Rubin 将跳到630到650万美元，涨幅超过 50%。 算力每升级一代，散热这块的蛋糕就大一圈，这就是这条赛道最硬的成长逻辑。最后把全球制冷的产业格局从龙头到梯队给大家捋一遍。先说集中度，这是个寡头加长尾的市场。Votive 一家2025年市占就超过 11%， 前5名合计占 35%， 但往下还有一长串厂商在分这块蛋糕。按梯队看，龙头梯队 Votive、施耐德、Vant 能交付从机柜到冷量分配的整套方案。第一梯队美欧的 Modine Boy、A 股3强英维克、森林高缆，还有台系散热三雄齐齐，双红剑策。第二梯队是静默式新势力和各路细分高弹性玩家。2个关键信号：第一，巨头在疯狂并购整合，赛道正从百花齐放走向龙头通吃。第二，液冷服务器渗透率在飙升，从2025年的 12% 冲到2026年一季度的 28%， 预计2027年突破 50%。 渗透率翻倍这个阶段往往就是龙头业绩兑现最猛的爆发期。下面进入盘面，最近市场迎来一波回调，不少朋友犯嘀咕 AI 赛道是不是走到头了？老李先给大家吃颗定心丸，这次调整本质是估值重估加情绪扰动，行业的真实需求依旧火热。先看美股3家核心企业，业绩是真金白银兑现的。Votive 一季度营收 26.5 亿美元，调整后每股收益同比暴涨 83%， 在手订单150亿，同比翻倍还多，未来1年多的活都接满了。Onward 营收同比增长 53%， 数据中心业务有机增长超过 100%。 Modine 数据中心营收同比增长 78%， 正在 all in 热管理。再看 A 股龙头英维克，去年12月市值一度占上千亿，还拿下英伟达 GB300 共1200台液冷柜的大单。但今年一季度营收虽然涨了 26%， 净利润却同比大跌 82%， 股价一致跌停，市值蒸发250亿。要说明的是，这并非基本面出问题，只是国内企业阶段性的经营因素，整体上涨趋势并没有被破坏。一句话总结盘面，赛道向上的大趋势不会变，现阶段只是跟着 AI 板块整体估值回调。美股龙头走势稳健，趋势性更强， A 股和台系标的则是高弹性，但也伴随高波动。进入交易参考，首先郑重声明，以下内容仅为行业逻辑与思路分析，
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和交易指导。各位投资者现在切入 K 线分析场景，首先来看 VRT 的 K 线结构与交易策略。先说2周以内的短线交易，当前多空分歧显著，走势整体偏弱，但长期趋势并未改变，各类信号相互拉扯，操作难度极高。我的建议明确且唯一，持币观望。对于2周至2个月的中线交易，泵轮回调已提供可观的加仓窗口，各位可依据自身交易习惯执行分批左侧加仓，重点盯守关键支撑带200到227美元区间，若在此区间企稳，可大幅加仓，若有效跌破，严格执行止损。对于以年为单位的长线投资者，锚定关键深度支撑位 147.78 美元，一旦跌破必须止损，在此位置之上可分批建仓，所有加仓动作均需以风险控制为前提。上行方向重点观察是否突破下降趋势线，唯有有效突破方能打开上行通道。有效站稳趋势线后，可大幅加仓，止损位设置在近期低点，当前参考 275.18 美元，后续以新阶段低点动态调整。上行目标看向前期高点 379.9 美元。市场有一句朴素的规律，当所有人都在挖金子时，卖铲子卖水给铲子降温的人往往最先赚到确定性的利润。中长线投资的核心逻辑便是紧盯 AI 基建需求，只要行业巨头没有宣布停止 AI 投资与建设，即可安心持有。接下来讲解英维克002837。英维克是 A 股散热领域的龙头，当前处于上升趋势中的高位宽幅震荡阶段，主力结构清晰。第一主力 R1 位于84元的密集成交区，第二主力 R2 是前期高点 93.5 元，这是关键决胜位，一旦有效突破，按测幅算目标看向104元。支撑体系也很明确，第一支撑位 S1 62.2 元，如果有效跌破，就下看第二支撑位 48.32 元，若再跌破 48.32 元，下探 30.3 元。30.3 元是本轮大趋势的起点，一旦跌破，坚决止损。各位可以依据目标价位和止损位，精确计算盈亏比，合理规划左侧分批加仓的仓位比例，严格管控整体风险。最后梳理几大核心风险。第一，板块整体估值偏高，千万别盲目追高。第二，一旦 AI 资本开支放缓，散热需求会直接受冲击。第三，技术路线存在变数，如果下一代芯片大幅降功耗，会改变现有格局。第四， A 股台系炒作氛围浓，叠加外资流动和汇率变化波动会格外剧烈。牢理财局，穿透财局，照见趋势。点赞关注转发，咱们下期见。